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学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Top 10全球最热门的指数型的 ETF 排名以及推荐。那这10档 ETF 当中呢，除了有美股 ETF， 还有债券型的 ETF 以及全球的股票型的 ETF 都有包含在内哦。那影片的最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我是用哪一家券商一次可以购买这10档 ETF 哦，让我们在台湾就可以轻松投资全世界的股票以及债券。好，那我们这个 Top 10的排名，我是依照他们基金的规模大小去进行排名的，规模越大的话呢，就代表他们越热门。那我们就先看第10名的 ETF， 那这一档 ETF 是属于债券型的 ETF， 那它的股票代号是 BND， 那它的规模现在有多大呢？那在我拍片的当下，这一档 ETF 的规模是来到了1217亿美金，那它的规模到底是大还是属于小呢？那我们就来看我们台湾最知名的 ETF0050，我们台湾的这一档 ETF 0050，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4300亿台币，相当于是130亿美金。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BND 这档 ETF， 它的规模相当于是我们台湾0050的10倍哦。那 BND 这档 ETF 它是追踪美国的公债，还有美国的投资级债券，还有美国的高评级的债券，它都有投资。它就是投资几乎所有在美国发行的债券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投资美国债券的话呢，其实这一档 ETF 就可以帮你囊括整个美国市场。那这档 ETF 它是适合如果你想要在投资组合当中呢增加一些债券的部位的话呢，那这档 ETF 是非常的不错。BND 这档 ETF 就是一档非常经典的债券型的 ETF 哦。那第10名这档 ETF 呢，它是由 Vanguard 这家公司所发行的。那 Vanguard 这家公司呢，我等一下会一直提到，因为前10大的 ETF 当中呢，就有一半以上全部都是属于 Vanguard 这家公司所发行的。那 Vanguard 这家公司呢，是指数教父约翰伯格他所经营的一家公司啊，所以呢，它的 ETF 都会非常的经典，而且他们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他们的费用率一定是非常的低。因为指数教父约翰伯格他常常提到，投资人如果想要指数投资获得最高的报酬的话，那他的费用率一定要最低，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拿到的报酬才会是最多的。所以呢 Vanguard 这家公司所发行出来的基金，他们的费用率通常都会是行业当中呢最划算的存在哦。那我这边要补充的就是，如果你想要指数投资获得最高的报酬的话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一期影片。那我这期影片呢有教大家3个指数投资获胜的关键哦。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9名的 ETF 是 VTV， 它也是 Vanguard 所发行的一档 ETF。那这档 ETF 它的基金规模是来到了1321亿美金哦，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它是追踪美国市值较大、估值相对便宜、股利发放稳定的公司。那产业呢，主要是在金融、能源还有医疗以及必需消费品哦。那这档 ETF 它的费用率呢是 0.04%， 也是非常的低。我们刚刚看到的 BND 呢，它的费用率是 0.03%， 那0050的费用率呢是 0.43%。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 ETF， 它们的费用率呢相当于只有0050的1/10而已哦。好，那 VTV 这档 ETF 呢，它适合的对象是你要求的是稳健、低估值，而且呢你需要比较高的股息率的投资组合的人哦，就适合这一档 ETF， 因为价值股它通常会配发比较高的利息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8名的 ETF。第8名的 ETF 它是 VEA， 它是投资全球的成熟市场的股票 ETF。 这档 ETF 它的基金规模是来到了1352亿美金，那它的费用率呢是 0.06%。 那这档 ETF 它主要是投资全球的已开发国家的股票，但是呢它排除了美国市场，所以如果你的投资组合已经注重在投资美国市场的话呢，那你可以加入这一档 ETF， 因为这档 ETF 它就是排除美国市场嘛，那等于是说呢，你买了这档 ETF， 你就可以分散你整体投资组合的那种风险哦。那这边我还是要提醒你的就是，如果美国的经济发生了危机，那么全球的市场基本上都会受到影响，只是或多或少而已。所以我们投资这些已开发国家的 ETF， 并不代表说我们的这些股票就完全不会受美国经济影响哦。好，那这档 ETF 呢，它主要的已开发国家的成分股呢是欧洲、日本、加拿大还有澳洲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7名的 ETF。 第7名的 ETF 呢，它比较特别，它是属于日本的股票型的 ETF， 它的股票代号是1306。那这档 ETF 呢，它主要是追踪日本的 TOPI 科指指数，那它的涵盖范围主要是日本的大中型股哦。那这档 ETF 的适合对象就是
你看好日本的经济发展，好像是巴菲特，巴菲特就非常看好经济的发展嘛。他在过去这几年不是投资了非常多的日本的5大军工股嘛？那这5大军工股呢，都包含在这一档 ETF 当中哦。那这档 ETF 就像是我们台湾的0050啊，就是包含这个国家的一个大型权值股。那这个1306呢，就是包含日本的大型权值股哦。那这档 ETF 呢，它是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以呢，你要买这档 ETF， 你要能在这个交易所交易，你才可以买到这档 ETF。 好像是如果你是使用一般的券商的话呢，是买不了的。那如果你是使用像是我频道常常说的盈透证券的话呢，就可以买到这档 ETF。 因为盈透证券它可以交易几乎全球的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哦。那至于要如何使用盈透证券呢，那我会将它的开户教学放在上面这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自行观看哦。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6名的 ETF。 这档 ETF 呢，它是投资美国的市场当中的大型成长股，它的股票代号是 VUG。 那它的基金规模现在是来到了1568亿美元，然后它的费用率呢是 0.04%， 是非常的低。那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1306这档日本的 ETF， 它的费用率就比较高咯，是来到了 0.39%。那 VUG 这档 ETF 呢，它就是从美国的大型权值股当中呢，去挑选成长特性比较明显的公司，像是说他们的盈余成长非常的高，然后或者是他们的那个估值非常的高，那他们就是投资这些公司。所以这档 ETF 呢，它就比较适合那种你想要去追求那种成长股，或者是你想要去追求那种比较高的股价增长的那种投资人哦。但也因为它是属于成长股，所以呢，它的一个波动性呢，相对于价值股来讲的话呢，就会比较明显哦。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4名。第4名这档 ETF 呢，它是投资美国的大型科技股。那这档 ETF 就是 QQQ。 那这档 ETF 它的基金规模是来到了3224亿美元，然后它的费用率的话呢是 0.2%。 那这档 ETF 呢，它主要是追踪美国的纳斯达克100指数。那纳斯达克100指数呢，它就是追踪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当中呢，其中100个最大公司的一个股票。不过这100个最大公司的股票呢，是不包含金融产业的，所以呢，它的一个成分股啊，主要就是偏向于大型的科技股、网络或者是半导体公司，像是你常常听到的苹果公司、微软，或者是 Netflix、Google、亚马逊，或者是我们台湾最常听到的 NVIDIA， 都包含在内哦。所以这档 ETF 呢，主要是适合那种你喜欢科技产业的投资人，而且呢，你能忍受比较高的波动性，就很适合投资这档 ETF。 好像 Kevin 自己的投资组合呢，就有 50% 都是投资这一档 ETF 哦。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4名的 ETF。 这档 ETF 呢，它是投资美国的总体股票市场。这档 ETF 就是 VTI， 它是投资的包含美国的大型股、中型股以及小型股，全部都包含在内，是一档非常著名的一档 ETF 哦。那它的基金规模是来到了4651亿美元，它的费用率的话呢是 0.03%。那这档 ETF 啊，它的好处在哪里？那如果你投资这档 ETF， 你就相当于买下整个美国的股票市场哦。也就是说呢，你是吃美国的整体经济成长。如果你相信美国的经济会持续上涨的话呢，那我觉得你直接投资这档 ETF 就可以直接获得这些红利哦。好，那最后的话呢，就是前3名。前3名这档 ETF 呢，我会把它放在一起看，因为这3档 ETF 呢，都是追踪同一个指数。那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投资人，你应该都知道是哪3档 ETF。这3档 ETF 分别是 SPY、VOO 跟 IVV。那这3档 ETF 全部都是追踪美国500大企业的指数，也就是标普500指数。那这3档 ETF 都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 ETF 哦。那这3档 ETF 我们应该要如何挑选呢？我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如果呢，你是一个喜欢做波段价差的投资人的话呢，那你比较适合的是投资 SPY， 因为你可以看到 SPY 它的一个成交量相对于其他2档 ETF 来讲，它的成交量啊是其他2档 ETF 的将近10倍。也就是说呢，很多人是使用 SPY 这档 ETF 去进行那种短线交易。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做那种波段价差的，那你投资这档 ETF 是蛮不错的，因为它的一个点差应该会相对比较小，而且呢，你买卖的话呢也更容易哦。那如果你是想要投资低费用率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去选择 VOO 或者是 IVV， 他们的费用率都是 0.03%， 都是非常的低哦。那为什么这3档 ETF 会这么的热门呢？这主要就是因为巴菲特的加持。因
因为巴菲特呢，他现在年龄已经是90几岁了，那他在他的遗嘱当中就有提到，他的遗产的90%要投资在标普500指数的基金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巴菲特他是一个价值投资人，他是喜欢去做个股的操作，他是自己选股的，但是他在往生的时候呢，他将他的遗产留给他的子孙，留给他的老婆，他竟然不是把这些遗产交给某一个很厉害的价值投资人因为他一定有很多徒弟嘛，很多人会学习他的投资方法嘛，他都没有丢给这些人他是直接去投资指数型的基金。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其实巴菲特他自己内心也是觉得投资指数型的基金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所以呢，也因为巴菲特的加持呢，就使得这3档 ETF 他们的基金规模就是每年都是在持续的增长好，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Top 10全球最热门的指数型的 ETF。好，那以上这些的资讯呢，我都会整理成一个懒人包，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直接下载。好，那如果你想要投资这10种 ETF 的话呢，你可以使用我们台湾的国内附委托，或者是使用海外券商。好，那国内附委托的话呢，它就是可以买到这些 ETF， 不过呢，它的一个交易成本相对来讲就会比较高。那如果你是使用海外券商去购买这些 ETF 的话呢，那你的费用当然就相对来讲会比较低。不过呢，中间这些门槛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自己去处理的。好，那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咯。那这边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像是我们台湾最近很夯的口袋证券，它的上手券商就是盈透证券。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使用口袋证券去购买海外的证券，其实你就是透过盈透证券去购买好，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去使用盈透证券来进行购买的话呢，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盈透证券的中文交流区。好，那我会将它的连结也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出图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好了，以上就跟大家分享的 Top 10全球规模最大的Top 10全球规模最大吗？不能。